在湖南層層疊疊的青山深處，一座孤峰之巔，矗立着一座上千年歷史的古建築。這座建築傲立山頂，登頂便可俯瞰群山全貌，山野景致盡收眼底。可想要到達此處，卻是一場十足的挑戰。全程沒有平整道路，唯有崎嶇的碎石陡坡山路。這座山峰海拔近800米，攀登難度極大。我們探訪之時，正值盛夏酷暑，烈日灼灼炙烤着山林，悶熱的空氣讓人喘不過氣。即便烈日當頭，山路艱險，我們仍然堅持向上前行。接近山頂的位置，一座隱匿深山的古寺悄然映入眼簾。這裡遠離城市喧囂，條件極為簡陋，不通水電網絡。寺中僅有2位僧人常年在此清修，日常飲水都需要徒步前往幽深山谷汲取，常年過着清苦樸素的修行生活，遠離世間繁華。告別古寺，我們繼續向山頂最高處出發，一路翻坡踏險，步履艱難，費盡9牛2虎之力，才終於抵達了最高峰。孤山險峰，無人秘境。這座矗立在高山之巔的建築，究竟暗藏着怎樣不為人知的秘密？接下來就跟着我們的鏡頭，一同解鎖深山秘境的真相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領略風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的天氣非常的炎熱，但是我們仍然頂着炎炎的夏日來登山了。據說在這座山的山頂上有一棟幾百年歷史的古建築，不知道人們為什麼要把這棟古建築修築在這山頂上。我們今天就徒步走上山去一探究竟，順便將這一路的風景分享給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們現在沿着鏡頭前的這條碎石泥巴路往前面走，一路上來啊，都是非常陡的坡度往前走，走得氣喘吁吁。看一下，在這個裡啊，就能看到山泉水從山頂上傾瀉而下，形成的一個小型瀑布。你看，四面環山，這裡的風景真的是非常好今天就是太熱了，我們今天要到山頂上去探訪那座歷史悠久的古建築。你看，像這種路啊，我們普通的小車子是沒法開上來的，因為實在是凹凸不平，而且是非常陡的坡度。你像這種路啊，只能是越野車才能夠爬得上來。這個路的寬度還是有這麼寬。你像今天還是出太陽，你要是碰到下雨天的話，更是車輪會打滑的，沒法通行。夏天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听到非常大響聲的蝉鳴。在這山裡面，遠離城市的喧囂。你知道蝉是它通過身體的哪個部位發出的聲音嗎？屁股後面。它是通過扇動它的翅膀來發出聲音的。那不就是跟蜜蜂一樣的嗎？当時開挖這條路的工人們可是費了老大的勁，才把這條路給挖開。是的，哇！我們走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啊，眺望遠處的村落，我們從山腳下繞到山頂上，前前後後大概有2-3公里的路程。我看到了風力發電站呢。有句話說得好，海拔越高，氣溫越低。但是我們走到山上的感覺越來越熱啊！哇，一陣風吹過來，
感覺這個風都是冷熱交替的撲面而來。哇，你看山頂上的風還是有蠻大，風力發電的葉子都啟動了。你看镜头前的这棵树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完全枯死了。其實我有點一直搞不懂，你說風力發電站的那個葉子有幾十厘米長，這個路又那麼蜿蜒陡峭，它當時是怎麼把它的葉子運上來的？那就是非常巨大的工程量啊，肯定是用那種大型的拖車把它拖運上來。但是用大型的拖車，這個路不好走啊。但這個路還是有這麼寬嘛，肯定是想方設法建造起來的。你看這個坡，像一條巨蟒一樣扭曲在山間。對，蜿蜒盤旋，這就是碎石盤山公路啊。你看，沒有一處是陰涼的地方可以歇腳的。幸好這山頂上時不時還有一陣陣風，可以涼快一下。整個就是 U 字形的路啊。这山上的路況啊，真的是堪憂。幸好沒把車子開上來，不然的話是進退兩難的。這裡全程都是上坡路，你要是腳不小心磕磕絆絆的話，說不定會滾下去呢。哦，是的，一不小心就會滑下去的。哎，我在這裡發現了個亭子嘞。啊？這裡有個小亭子。啊。哦，是吧？你看一下，這個是後期修築的，供這邊來往的行人、遊客到這邊來歇腳休息。啊，我覺得我們應該差不多到達了半山腰了。啊，在這裡休息一下。這裡是流芳百世歇馬亭啊，這個是後人在這裡重修的重建歇馬亭。這裡有一個關於歇馬亭的簡介啊，古代高官與富翁騎馬朝拜天華台中殿寺，在此休息，故稱歇馬亭。胡兆國捐1萬元，哦，這個是功德碑。原來在這個山頂上的那棟古建築是中殿寺啊。嗯，是的，所以說就是有很悠久的歷史了。在這裡休息一下，在這個亭子這裡休息了10幾分鐘，現在繼續往前走。應該不遠了吧？這個位置就可以看到山谷啊，下面有流水的聲音。我想以前古人吶，有可能就是走山谷裡的路啊，上下山通行。你看對面半山腰的那一塊，看到了嗎？看到了，好像是有一條小路啊。很清晰可見的一條小路啊，但是可能都已經被雜草給封住了。爬到這個位置啊，我們看到鏡頭前面的那個山頂上，發現呢好像是有一座石塔，不知道是西字塔呢還是風水塔啊，直線距離大概只有200-300米遠，但是不知道這個路程啊繞到上面去了還有多遠就不知道了。哦，哇，看到了，
你看呢，看到了古建築了，就是刚剛謝馬婷提到的什麼風電室嗎？哦，還在那上面，哇！好像要繞一個山頭才能到那裡。是哦，還要繞幾個山頭，我估計。啊，這一節路就相對來講平坦一點。七彎八繞的走上來，開始登山模式了，又是非常陡的坡度上去。要是我們有越野車是就沒這麼累的。天佛也是累得夠嗆了。好，走吧。今天爬完山直接瘦2斤。哦，你已经很瘦了，不能再瘦了。这么热的天，连蛇都在洞裡面乘涼了。哇，你看這一節路，鬆鬆垮垮的，越野車都夠嗆了，走這樣的路。加油，天福！走不動了呀。現在已經累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口乾舌燥是吧？我好像聽到了狗叫聲呢。上面肯定有人住在，對，有狗叫聲。這上面的狗應該不會咬人吧？2隻狗。聽聲音能辨別出是2隻狗，小白狗，這是中華田園犬吧？舌頭都露出來了，看到嗎？出來迎接我們呀！這狗是怎麼回事啊？它的嘴巴都爛了耶！你看到沒有？哎呦，2條狗，一黑一白。哎呀，你好。哎，是的。這裡不能照相啊？不能照。我剛剛發現這個白色的這條狗的嘴巴是不是有問題哦？爛了。對。是什麼原因呢？他們說我們來的時間還不長。蛇咬。被蛇咬到的。哦，那幸好不是被毒蛇咬到了。哇，平時有好多人過來嗎？沒有。沒有啊。人不多。這個寺廟是有多長的時間呢？歷史？它主要是皇家寺院。皇家寺院。這個是唐皇敕封古寺，還是唐朝的時候就有這個古建。我剛剛在山下的時候看到有一座石塔呀，在哪個位置啊？也要往這裡上去是吧？好。光緒4年立的這個碑。剛剛走到這個中天寺前面，這位女住持告訴我，這上面不允許拍照、拍視頻，所以我們現在在這裡休息了一下，然後現在準備到上面的天華台去看一看。走上去，他告訴我們大概有10-20分鐘的路程，我們先在這裡休息一下，然後再上去。我們馬上就要到上面的天華台了，剛剛我們是從這邊下來的，現在到山頂上去，估計還有100-200米了。好了，我們繼續攀登，馬上離我們的目的地不遠了。剛剛在這個位置又休整了10分鐘。這山頂上的風還是有蠻大喲。你看這個坡度真的非常陡，走路要小心一點啊，天福。幸好今天風不是非常大，要是好大的話，人都會吹下去的。這真的是只能是頂着大太陽來這裡了。你看，這要是下雨天的話，根本就沒法走的。這個坡度接近90度了。
我感覺我现在有點像山羊。山羊啊，是的，飞檐走壁。我们已经快要到達這座山的最高峰了，看到沒有？剛剛從那個中天寺往這個方向，又翻越了幾個山坡。哦，我看着這個坡度，我的心率就加速了，腿都發抖了。哦，這邊的山頂上都修建了很多風力發電站了。慢慢走，安全第一啊！小心點啊！好。走吧。让我的心率緩一緩。看是不是可以走这裡？可以不走那上面吗？可以啊。看一下，有路嗎？有。哎，好像沒路。沒路了。沒路。那只能走這上面。哎呀，還必須要登到這個上面去。再休息一下。這裡就是一堆的亂石堆了。這是我們第一次走到這樣的山頂上來。真的是有恐高症的網友啊，真的是不建議走這樣的路。我的腿呀，都在發軟的。其實我還是蠻恐高的嘞，都不敢看下面。終於又到達了一個平台，天華台就在我們的鏡頭前，直線距離100-200米吧。哎呀，又到達了一個高度了。每一處的景點都不一樣。你看，這就叫什麼？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。你看，遠處的村落呀，就像一個個小小的積木一樣的，對吧？和模型一樣。和小小的模型一樣。太壯觀了。現在還不是最高處，我們走到最頂上去。
以前看到還有網友，竟然是下雪的天，冰天雪地，跑到這上面來，你看一下，更是危險啊！這些路都會很滑的。哎呦！这裡又是一棵樹啊，枯死了。哇，看山底下呀，哎呦，腿都發軟呢。啊，哇，这裡還修建了水泥台階。哇，從遠處看，這個建築非常的渺小，但是走到這裡的時候啊，感覺這個建築還是有蠻大。啊，這個是什麼？像龍嗎？像龍頭嗎？還是麒麟啊？像是遠古時候的神獸啊，守護在這裡。這個應該是有幾百年的歷史啊！天下萬民歡，華台千古秀，天華台。哎呀，終於上來了！你看這上面的人物雕刻啊，哦，古代故事的典故啊，啊，雕刻的還是栩栩如生哎。哎，上面是《西遊記》啊，看到沒有？來，這上面，唐僧、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和尚，下面這三個是什麼？是不是桃園三結義啊？但是又不像，裡面有一口鐘，還有一面鼓。啊，裡面有，是不是道教的一些神仙吶？在周邊看看吧。好啊，哇，這周邊還是有蠻寬的，這上面呢，你看，很難想象啊，古時候的人吶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啊，在這上面建一座天華台，充分的體現了中國的道教文化非常的深厚。啊，這邊有一個焚香爐，啊，這裡是放了點音樂，這邊是另外一個村落，這裡一直有一條路通上來的，啊，這個是同治甲戊戌秋月古誕立的這個石柱，這裡面有相關的介紹。哦，有相關介紹啊。那我就進來看一看啊。打擾了啊。哦，這裡有天華台的簡介，我們看一下。天華台約於多少年前呢？個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億十億15億年前，取自佛經天花之詞，寓意此地天花妙曼，普降吉祥，海拔792米，原是株洲附近三縣第一高峰，現屬於羅霄山脈橫山72峰之一。剛剛我們上來的是有台下。離這裡距離81米，有中天寺，自西晉朝約1850年
以前有修行人到天华台，在中天寺旧址建寺居住。唐初兴盛，也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啊，天华台中天寺就有上百位僧人居住。唐太宗李世民下圣旨，敕封古寺為皇家寺院。明代更引正德皇帝親臨朝拜，留有歇马亭等，题正德皇帝游天华台碑，現保存於中天寺。剛剛我們經過中天寺的時候，因為那裡的住持不允許我們在那裡拍視頻拍照，所以我們就沒有保留很多的畫面。所以說，你說古人吶，為了宣傳中國的道教文化啊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在這個地方啊修建一個這樣的天華台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我們空手走上來都是累得氣喘吁吁，何況是這些建築材料。我們今天花了近4個小時徒步登頂，為了一睹天華台的風貌。這棟建築修建在這山巔之上，實在是太震撼了。站在這裡看腳下的景色，真的是一覽無餘。想象一下，在以前古人為了宣傳道教文化，將這樣一棟建築修築在山巔之上，不知道花費了多少的精力。不得不佩服以前古人那驚人的智慧和毅力。好啦，今天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啦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